又在顾影自怜了。我不是说过吗？让他们把镜子都收起来。青莲，爹知道你心比天高，可惜命不由己，你也不要过分自伤了。爹爹刚回来，还是先歇息会儿吧。爹爹有一件事要问问你。这次在宁波，皇上心情甚好，出了一个上联，说是绝对无人能对。这天下还有对不出的下联，爹爹说出来让女儿听听。皇上提的上联是“烟锁池塘柳”。此联看似简单，可是“烟锁池塘柳”这5个字的偏旁分别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行，倒也不是那么好对的。他难不住女儿你吧？这皇上身边不是有2个大学士吗？一个人号称是天下第一才子，难道他也对不上吗？皇上说了，他们都对不上，所以皇上说了，有谁能对出下联，重重有赏。女儿衣食不缺，倒也不稀罕什么赏赐，只可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。可惜我是个女儿身，要不大清第一才子的名分，恐怕也落不到那个纪晓岚的头上。哎，爹爹，你这是为何？你快起来说吧。女儿有所不知，那纪云名为第一才子，实际上有才无德。他为了外放做官，居然利诱王廷赞，诬陷于我。女儿，你与皇上有一面之缘，皇上对你印象有奖，只有你知道父亲。我求你面见皇上，替爹爹申辩，揭露纪云那狼子野心。爹爹说的哪里的话？女儿能有今天，还不是托您的福气。要不是当年您将女儿从烟花柳巷中赎出来，女儿只怕早已凋零憔悴，焉有今天。只可惜我是个平民百姓，要见当朝天子，谈何容易。天子沉溺书画诗词，自始极高，只要你能对出下联，必得皇上召见。那个下联有何难处？女儿早已成竹在胸。那好，让你抛头露面，实在是万般无奈。望你能体谅爹爹的深意啊。女儿的性命全是爹爹给的，为爹爹赴汤蹈火，女儿在所不辞。民女苏青莲叩见皇上。哎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果然是你啊！朕就听说杭州有一个女子可以对上朕的下联，朕就想到一定是你了。民女冒昧，恭请皇上指正。今天是以文会友，繁文缛节都不必了，来坐下说。哎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谢皇上。苏青莲，来说说吧。万岁的上联“烟锁池塘柳”，暗藏金木水火土这5行的变化，寓意雅致，可称得上是千古绝对，百年少有。小女子不才，绞尽脑汁，终于想到了下联。烟锁池塘柳，唯有炮堆镇海楼时能成对。炮堆镇海楼，火土金水木，好，好，好。苏青莲，现在你可以讲讲这个对联的意思给朕听了。民女的下联之意是祝我大清国运昌隆。这炮是火炮、礼炮，火炮猛轰罗刹鬼，礼炮祝皇上寿比天齐。但只怕这炮是马后炮，为小人所利用，打在无辜臣子身上。所以民女斗胆进言，恳请皇上明鉴。
你有什么冤屈就说出来吧，不用转弯抹角的。皇上圣明，民女本是浙江巡抚王胆旺的义女，我告那纪晓岚为求外放，勾结王廷赞陷害我父。大胆！按照大清国的律法，你是以民告官，以下犯上，告状者要先重则50大板，你受得了皮肉之苦吗？为求公道，不要说是皮肉之苦，就是死也无悔。好，你先起来。来人呐！罗才在。把他带到后花园，找个地方先住下。真相未明之前，不要让他擅自离开园子。苏青莲，你的案子朕要亲自审理。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那不用跪了，走吧。啊，这只是王胆旺女儿的一面之词，我相信皇上是不会受她蒙骗的。事实真相如何，只要您提审王廷赞，便见分晓。王廷赞还用审吗？他想说什么，朕心里早就有数了。臣该死，都是纪晓岚软硬兼施，颁赏许愿，所使罪臣误攀王胆旺。臣一时糊涂，望陛下恕罪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若不当面对质，谅你还不心服口服呢。来人，带王廷赞。是。带王廷赞，带王廷赞。王廷赞，奸良舞弊之事到底真相如何？你给朕从实招来。启禀万岁，奸良之事，甘肃官员兢兢业业，绝无舞弊一说。那你自己写这个章程怎么说呢？臣该死。都是纪云软硬兼施，颁赏许愿，指使罪臣误攀王胆旺大人。臣一时糊涂，望陛下恕罪。纪晓岚，怎么样啊？这果然是英雄难。说出来，说出来，恕你无罪。英雄难过美人关。都说男尊女卑，我到现在有点恨我爹妈了。为什么不给我生个女儿身？有，看你这副模样，你就是女人。朕先过了你这一关。再说苏青莲破了朕的绝对，就凭如此才气，你能说她是徒有其表吗？什么绝对？烟锁池塘柳。这炮震海城楼不就得了？这算什么呀？哦，你早就对出来了，跟朕说你对不上，逗朕玩是吧？朕身边有个和珅，哄着朕玩还不够吗？要你来就是让你直来直去的，就凭你这斗心眼儿，朕也可以赐你个欺君之罪。来人，把纪云押下去。这皇上，这王廷赞，你起来吧。臣不敢。起来吧。诬陷王胆旺之事，你是碍于纪云的银杯，虽然失节，不是你的过错。这次朕免了你的处罚，但回去以后你要戴罪立功。多谢圣上。纪晓岚，你呢？既然你一心想外放做官，那你是陪朕陪烦了，那朕就成全了你。你现在就到甘肃去，在王廷赞手下做个县官，你觉得如何呀？臣领旨谢恩。算你明白。王廷赞，你收拾一下，马上回甘肃去。纪云，你跟着一块走，下去吧。圣上明鉴，纪云诡计多端，臣怕他路上又生事端，臣不是他的对手。不打紧的，朕派几个侍卫押送，谅他也不敢生事。谢主隆恩。皇上，炮震海城楼，倒是比苏青莲的炮堆镇海楼工整了几分。不愧是第一才子啊！事情结果如何？主子恼了，将那纪云贬为县令，发往甘肃了。那小姐呢？被主子留在邢寨了。
什么气呀？那市井的光棍们不是常说，舍不得孩子都套不住狼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你告诉王廷赞，就说我要避嫌，就不给他送行了，让他路上对纪云好点儿。皇上深爱纪云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又重新启用，咱们得给自己留条后路，趁他落难的时候教教这个朋友。是。臣恭迎皇上。好兴致啊！不知道明天就要远赴西域了，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没什么可准备的，一副肩膀一个脑袋，顶多再带上一张纸。随身的衣服也不带一点儿，但是不知道水寒伤马腿，大雪满弓刀的滋味。坐下。谢皇上。臣又不去常住，带那么多劳什子做什么呀？哎，这是有怨气啊！你是不是真以为朕中了王胆旺的美人计了？不敢。臣也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。江山社稷，风花雪月，孰重孰轻，皇上您心里能没个数？臣刚才说那张纸啊，就是皇上您要给我的密旨啊。您这是将计就计，让我到甘肃去立功呢。好小子，学乖了，倒没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哎，密旨写好了。这和珅到现在也没查出个子丑寅卯来，朕正想着如何可以不动声色地把你派到甘肃去。至于奸良的事情，朕也是想杀一儆百，但如果证据不确凿，恐怕也难以服众啊。是，你到了甘肃，什么事儿都别管，就给我用你的铁齿铜牙，一口咬定了二王，一查到底，速战速决。臣遵旨。君臣之见，免礼。坐。谢皇上。你怎么多了一副碗筷啊？等人呢？臣正是在等皇上啊。哦。好，那就算是朕给你送行了。谢皇上。朕明天就不送你了，但是你也不会寂寞。苏金莲刚才还来求我，他明天来送你。啊？他去送我？苏青莲虽然才思敏捷，但官场上的事儿他是一窍不通。这显然是王胆旺的主意啊！你就见机行事吧，这趟要辛苦你喽。为我大清社稷，纪晓岚万死不辞。只是和珅他查办奸良案不力，我却要带人受过千里跋涉，我这心里头有点不自在。皇上，放心吧，都布置下去了。和珅这小子办事是拖拖拉拉，岂有不罚之理啊？他日后有苦头吃喽。